안녕하세요 Cindy예요。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梦乡吧。在世界观上面，我觉得前传 Prequel 还有就是最新的噩梦 Escape the Era 比较可以看出完整的脉络，而前两个单曲专辑呢，就比较是用噩梦猎人的角度去带出这7名少女的过去，让我们对他们产生好奇，然后再揭开 Prequel 的这个序幕，是用倒叙法。Prequel 的意思是前传，主打歌 Fly High 也是叙述7名少女如何从美梦转变成噩梦的过程，是整个噩梦的起点。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他们专辑封面的白鸟还有蜘蛛，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反的。Before 的白鸟象征着美好和自由 ，After 的蜘蛛则是象征着邪恶还有禁锢。一开始成员们生活在一个宅邸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美好纯粹的日子，就在某一天，芷优发现了蜘蛛，并把它带回宅邸之后产生了变化。其实，在这边呢，MV 导演他已经用了被关在笼子里面的白鸟，来象征着美好日子的结束，暗示着接下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成员接二连三受到邪恶力量的影响或是攻击，史娟和秀雅受到迷雾森林的诱惑。在西方，通常会不准小孩子进入森林，因为森林是恶魔的栖息地。他们手牵着手进入森林，再次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噩梦。多美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疑点的成员。他可能在阅读某一本书的时候获得了噩梦的力量。多美、史娟还有秀雅一起从高处往下看的画面，他们的脸部都因为阴影所以看不清楚。我觉得这边的意思是他们面向着黑暗，象征堕落。嘉轩的部分，他被困在床上，这个时候一只画满图腾的手盖上他的双眼，可以知道他也被恶魔袭击。那这里关上灯的人啊，我觉得很毛骨悚然的是，从衣服可以推测是多美。寒冬在窗边射出黑色的纸飞机的时候，这个地方跟他一开始拿着笼中的白鸟形成对比。而且这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史娟和秀雅在1楼的窗户内看着寒冬，之后呢，寒冬似乎在浴室遇害。玉贤跟芷优是这个系列的2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噩梦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不断的利用对比的东西，造成视觉上还有想法上面的冲击。他们2个呢，一个被黑暗的力量吞噬，一个却是及时发现而逃走。我觉得玉贤的角色啊，他可能本来就已经藏有了一些邪恶的本质。从他一开始还没有黑化的时候，引开芷优并烧死他的蜘蛛，就可以看出他内心的不怀好意。这也是为什么他接触镜子的时候，会引发了这么强烈的黑暗力量共鸣。芷优他代表的是善的一方，那以为他会丢下一切就这样子离开宅邸，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是关上门，回过头，用一个坚定的眼神告诉观众说，他要把他的6个朋友都救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芷优他最后也变成噩梦。Prequel 之后的时间轴就可以按照专辑的顺序。大家对捕梦网的 MV 里面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这张照片了吧？这张照片第一次出现是在 Chase Me 的 MV 当中，在噩梦猎人的信件上。他为了要调查这7名少女的过去，就来到了一家旅馆。为什么会推测这个男子是噩梦猎人？除了 Dreamcatcher 他们自己有在访谈中提到之外，你在看 Goodnight 的 MV 的时候，可以看到墙壁上面有非常多的鹿头。他在古时候那种打猎的时期，常常会出现在猎人的家中，是代表权力和地位。回到 Chase Me 的 MV， 如同他的歌名一样，来到这个旅馆想要探寻真相的男子，被这7名噩梦少女恶意的阻挠。在他的调查过程中，他的铅笔被折断，流鼻血，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夜不断。成员们阻挠男子的恶作剧，这些都是在警告男子不要再继续调查了。墙壁上面的画都是虚空派的画作，英文是 vanitas， 在拉丁文中是虚无的意思。这类型的画作通常都会用静物的方式去真实描绘出展现人类精神的元素，像是书、仪器、乐器、烟管等等，并且会用头盖骨来表示这些元素在生命的最后全部都是没有用的。然后他们还会加上一些鲜花、气泡、烟雾、沙漏、钟等等这些转瞬即逝的物品，来象征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刚提到的这些虚空派的物品，也常常会出现在捕梦网的 MV 当中。除了暗示7名少女已经死去之外，也在嘲讽着这个男人的努力，到头来只是徒劳。808这个数字非常的完美，它正过来念、倒过来念都是一样的数字。
然后数字8就是有无限或是轮回的意思。中间有其中一个恶作剧是玉贤把所有的房间号码牌都变成了808，这个举动也是压垮男子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也同时暗示着男子最后的下场会被关在噩梦里面无限轮回。这些娃娃或是人偶在祭典仪式里面呢，通常是拿来做人的替身，这也暗示着7名成员在受到恶魔的控制之后，透过了某些宗教的仪式变成了噩梦。另外，在枕头站的地方，熊玩偶的眼睛被拔下，也同样转映到了男子照镜子时的幻觉上面。这家旅馆可能是 Prequel 时期的那间宅邸改建而成，在受到无数精神上面的压迫之后，他为了要逃出去，就疯狂的去用斧头砸门。这个场面跟电影《闪灵》的这一幕非常的类似。当他进入房间之后，房间却变成少女生活时的摆设，墙上都是从前的照片，还出现了枕头站的幻觉。也许是他了解到女孩们想要传递给他的讯息，也或许他是在冷笑着自己的愚蠢。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不打算结束他的追寻。在这个 MV 的故事里面，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情势是逆转过来的。男子他持有了捕梦网在森林里意外遗落的恶魔之书，书内的每一个章节都代表着一种噩梦，也代表着女孩被囚禁在噩梦中的样貌。捕梦网它们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被书叶诅咒囚禁的嘉炫和秀雅，被噩梦猎人追赶的史娟和玉贤，以及负责将大家救出的芷优、寒冬和多美。男子的欲望和贪婪，最后也成为他反被囚禁在镜中世界的下场。这支 MV 跟 Chase Me 一样，有很多重要的道具。第一个就是噩梦之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女孩的枷锁。持有书的时候，成员们可以自由行动。一旦书落入别人的手中，他们会立刻被书页中的诅咒困住。虽然没有明指哪一个成员是哪一种噩梦，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嘉炫代表的是不断下坠，寒冬是被注视，秀雅是被人抓住，史娟则是被追赶。这些也是我们人类在生活中常见的噩梦类型。最常出现的道具就是镜子。镜子除了可以反射出自己的样貌，它通常也会被拿来做宗教仪式，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这支 MV 里面的2个世界分别是噩梦猎人所在的 A 世界，还有噩梦们所在的 B 世界。证明有2个世界的方式，像是寒冬的视线在男人的世界却成了无数的眼睛，3人撕碎书页时，在男人的世界却只有飞舞的纸张，不见人影。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多美，她从镜子伸出手到男人的世界取出噩梦之书。到了最终章 Escape the Era，可以看出芷优想要救出所有成员的企图心。芷优在一栋房子内四处找寻的样子，画面时而正常，时而上下颠倒。陀螺在同样描述梦中世界的全面启动，是用来推测男主角是否逃离梦中世界的根据。我觉得这个地方芷优在为玉贤驱魔的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已经逃离了噩梦的束缚，只剩下玉贤还留在噩梦当中。玉贤这个拍摄照片的镜头，我觉得有双重的意思。在为中年女人拍照的时候，发现对方是蜘蛛化身而成，她被攻击了之后晕了过去。但是这个 MV 有很多地方，它都会强调相对的事情。这么一想，这个画面就突然变成了一个镜子的2边的状态。之后的画面更是强调玉贤和中年女人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代表玉贤就是中年女人，也就是她就是蜘蛛恶魔的化身。而玉贤当时她拍下的照片，我联想到的是史娟起出来烧毁的照片。这个地方画面虽然模糊不清，但是可以看出是穿着长裙，看起来像是在纺纱的女子。在西方世界当中，蜘蛛在古时候的一些传说里面，可以代表的是纺织女。成员们为了要救出玉贤，所以要烧掉具有恶魔力量的媒介，也就是照片。因为在 MV 当中的相机、照片等等，也不断的呼应 Chase Me 当中男子不断想要留下证据的摄影机。这些人类的知识产物。虽然成员们想要让一切恢复正常，但是当玉贤怀中的沙漏里面的沙子全部都流尽的时候，他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离开这场噩梦。只有他这个地方将手盖上玉贤的眼，代表玉贤最终没有醒来。整体而言，噩梦是一个脉络相当完整的故事，但是很可惜的是，可能因为时间紧迫，
然后短短的 MV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只有把重点聚焦在其中的几名成员所演的角色上，还有一些就是前面铺好的梗，最后好像没有特别用上，就是有一点可惜。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噩梦系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结局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我原本以为所有的人都会逃走，没想到最后结局是有一点心酸。不过我觉得这种结局通常都是最让人意犹未尽的，要有一点遗憾才会有之后的期待嘛。噩梦系列完结之后 ，Dreamcatcher 即将要进入到下一个梦中和我们相见。私心希望他们继续延续暗黑风格。我相信公司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是不会放弃这个暗黑的风格，只不过可能要做一点点的转换。那以上就是 Dreamcatcher 噩梦全系列的 MV 解析。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 MV 解析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 K-pop 的朋友。我是 Cindy， 我们下次见，拜拜。